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舌苔发黄的主要原因在于身体的肝火旺盛，消化功能出现问题，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、便秘等问题。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调理呢？可以喝一些菊花茶，菊花呢可以清肝降火，平时用菊花泡水饮用，不仅可以清肝解毒，还能够降压降脂，预防血管疾病的发生，适合血管疾病患者作为日常保健品饮用。还可以呢多吃一点黄瓜，黄瓜可以清热解毒，而且黄瓜里面有丰富的水分和维生素，可以增强肝脏的排毒功能，有效的缓解因为肝火问题产生的舌苔发黄的症状。而且黄瓜还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效果，可以减少皱纹的产生，抵抗皮肤的老化。那平时生活中呢，我们还是要注意饮食平衡，多吃一些蔬菜水果，少吃高油高盐的食物，维持身体的健康。这对我们来说呀非常重要。如果脾胃出现损伤，就会比较虚弱，脾胃不好，身上呢也会有一些表现，比如食欲下降、口臭。那我们该怎么调理呢？不妨常吃两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莲藕。莲藕味道好，很多人呢喜欢吃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用来做菜。而且莲藕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钠、钾等微量元素，还有胡萝卜素，经常吃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功效，很适合脾胃不好的人吃。第二种，莲子。莲子也是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味道有点甘甜。莲子的营养价值也很丰富，并且容易消化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、提高脾胃功能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，对改善脾胃虚弱也有帮助。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，都会来月经，而月经呢是由子宫内膜脱落的产物。如果没有子宫，那么也没有月经。所以呀，我们可以呢通过月经来看出子宫的健康状况。那如果月经出现3种异常，就要注意子宫的健康喽。1、月经颜色异常。正常啊，月经颜色呢应该是红色，若发现啊经血变黑或者是红中带黑，就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了。2、月经量过多。本来挺正常的月经啊，若发现月经量突然变多，也要小心是子宫出现了问题。3、突然停经。如果不是到了该停经的年龄，出现停经的情况，也要小心是子宫出问题了。那上面这3个异常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子宫保养的还不错哦。月经是健康的晴雨表，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月经看出子宫的健康状况的。如果月经没有3种表现，说明子宫保养的还不错。表现1：痛经。很多女性啊来月经时会有小腹疼痛的情况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痛经，这主要是宫寒引起的。若你没有这种情况，子宫还算健康。表现2：月经颜色异常。那正常的月经应该是红色的，但如果有发黑的情况，就可能是子宫气血不畅引起的，这也是子宫出问题的表现。表现3：月经量少。如果来月经时发现月经量越来越少，甚至有停经的情况，那么要小心卵巢早衰，也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了。子宫好的女人晨起上厕所会有3个共性，若你也有，恭喜了。第一个，尿液颜色正常。正常的尿液应该是清澈透明的，如果晨起上厕所尿液发黄，是属于正常现象。但如果发现尿液颜色发红，或者是伴有血丝，就可能是子宫出现了问题，大家需要注意。若尿液颜色正常，说明子宫还很健康。第二个，排尿没有疼痛感。女性朋友如果子宫健康，那排尿的时候应该没有疼痛感，但如果排尿时出现刺痛的感觉，就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可能是尿道感染导致的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。第3个，尿液没有异味。晨起上厕所时，如果发现尿液中有难闻的气味，也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，大家要注意。若没有，说明子宫还算健康。所以女性朋友上面这3个特征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说明子宫还不错，但如果没有，就要及时进行调理了。子宫啊，对女性啊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平时生活和饮食的不注意，就可能会伤害到子宫。那下面呢，木子给大家总结了3个不利于子宫健康的行为。经期吃生冷食物，那女性经期啊，抵抗力和免疫力都比较低，若是吃生冷食物，不注意保暖，容易呢使寒气入侵，出现呢痛经的情况，不利于子宫健康。爱生气。
经常生气会影响气血运行，时间长了体内堆积毒素，那子宫也会受到影响。所以女性朋友要经常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。总熬夜。熬夜真不是一个好习惯。那长期熬夜呢，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影响身体排毒，对子宫健康也有影响。所以呢，这个行为最好也不要有。如果这些行为你都没有的话，子宫保养的还不错。生活中很多朋友都深受口臭的困扰，口臭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。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小植物，用来泡水喝，可以帮助缓解口臭。1. 薄荷叶泡水喝。薄荷具有很香的香气，而且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薄荷中含有薄荷油、迷迭香等营养物质，经常用薄荷叶泡水喝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消炎杀菌、促进消化的作用。由于薄荷气味清凉独特，所以也有芳香去异味的效果，对缓解口臭有帮助。2. 丁香泡水喝。用丁香泡水喝也有很好的缓解口臭的作用，因为丁香中含有丰富的丁香油和丁香酚，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，帮助修复胃黏膜，有很好的杀菌养胃的作用。坚持用丁香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新口气，让你不再受口臭困扰。放屁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，可能你吃多了产气的食物放了个屁，也可能你消化不良了放了个屁。有人说这没啥呀，那你知道经常放屁和从不放屁哪种更健康吗？我们先来说经常放屁的人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天放屁次数是在几次到15次，但如果超过20次，就要注意调节消化功能了。再来说不放屁的人，如果长时间不放屁，身体里的废气就会找别的途径排出去，它们会被肠道黏膜吸收，或者积聚在大肠里，这样循环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危害。所以不放屁未必是好事，放屁多可能是坏事，大家要注意了。那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，平时要多注意养胃。养胃的方式有很多，可以通过运动，也可以通过食疗，比如山楂干、山药、红豆薏米茶、蒲公英根等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、帮助消化的作用。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他最近总是休息不好，晚上睡觉一到凌晨3、4点就醒了，那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，导致第二天也没有精神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，那么或许和3种因素有关。第一，更年期。很多女性45岁后会进入更年期，这时就会有内分泌紊乱、激素分泌异常的情况，就可能会导致总凌晨醒来。第二，肝火旺。因为凌晨是肝经比较活跃的时间，如果有肝火旺的情况，就可能会让你凌晨醒来，同时还会有咽干头痛的现象。第三，脑神经衰弱。如果你过度疲劳，用脑过度，就可能会使脑神经衰弱，这样睡觉时就会有睡眠浅易惊醒的情况，建议大家要多多休息才行哦。得了，就扒不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